师傅这些日子都没有好好吃过饭，今日一定要多吃一些。来，我自己来吧。啊，看来是真饿了。来，你最爱吃的。 师傅，你尝尝这个，我在北辰没见过。这个叫竹笋。啊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好吃吗？嗯。 先生的两位朋友是何关系啊？你看他们的眉目之间有什么？眉目间干干净净的，能有什么？有情。那今夜被一间睡房？自然是一间。依照新房来布置。 读书人呢，要行事有度，人家不说破，切不可点破。去吧。哎，等等，但是也要讲究风雅。弟子明白。太傅，真如你所言。 那陛下认为呢？朕认为，南萧这几年按兵不动，是因为有皇叔，还有他的几十万大军镇守边关。如今皇叔被困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那南萧岂不趁机骚扰我北辰边疆？可老臣倒以为，南萧非但不敢难为殿下，反而会把殿下平安地送回到我北辰。陛下。 这定江蝼蚁，南北议和，从此南萧再无战事，百姓也是安居乐业。倘若此次殿下轰于南萧，必定会引起两国的纷争，战火不断，那南萧的百姓也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太傅言之有理。只剩这一间房了，今夜就委屈二位了。我记得上次我来的时候，隔壁也是卧房。那间啊，堆满了杂物。啊，千真万确。好香啊！山里邪虫多，夜里燃香，可不受小虫滋扰。纱帘亦有此功效。先生有心了。一个。是。抱歉。 无妨，我娘子从前的时候也喜欢这样拽我一宿。二位长途跋涉，想来定然累了，早点休息。山间有野猴子，夜里切勿开窗开门。此处仅有一个床榻，如何睡？
我睡地板。你跟着我一路未曾睡好，还是你睡床上吧。你不是说我醉卧白骨滩吗？白骨都能睡，为什么地板不能睡？消息打听到了，他们在江陵。南面军事重镇，一是江陵，二是柴桑，此事麻烦了。杨少这个狗贼，居然知道以此牵制我们。在日落前，江陵已经封城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他们已经开始搜寻师傅和师妹了。不必担心，以我对你们师傅的了解，他此时正在轻松惬意享受南萧之行。你说了一晚上不必担心，你就不能想点办法吗？你拿我当军师？我义父走后，你不就是军师吗？江陵刺史是个庸才，被小南城王的名头吓到，只想到关城门搜人，但搜到人又如何呢？杀了，那对江陵城将是一场无妄灾。百姓过得好好的，自引战争，愚蠢。如果是你呢？你要怎么做？如果是我，我就当做此事从未发生，从未听过，打开城门，任由殿下来往。那你父皇要是怪罪他呢？抱歉。没什么抱歉，全天下人都知道，他是我的父皇。南萧皇帝一定盼着臣子们私下放走殿下。南北早就议和，此刻得罪殿下，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如今闹到这个地步，全城百姓都知道了，谁又敢私下放呢？毕竟圣意最难揣摩。你们啊，倒还挺默契的。凤将军，为何总是一副天要塌下来的样子？我师父在对岸，被关在江陵城里，对我来说天就是要塌了。该慌的是他们，不是我们。毕竟我们已经大军压境了。他们到处派兵找我们，不出10日，定会搜到疏远。用不了10日。这里是军事重镇，兵多，差不多3日就能找到。那我们要走吗？不用走啊。刺史会收到密旨，万万不可在江陵城内找到我，因为他们的皇帝不想因为这种小事跟我开战。哦。世间千百情，人人皆不同。啊，先生，你听到什么了？嘘，先生没听到什么，人家把你的话全听去了。去，给夫人守门。是。哎呀，今晚野猴子格外多，我跟书童在门口给你赶猴子呢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夫人还等着我回去睡觉呢。我把最好的主屋让给了你，成就不了良缘，你对不起我。
怎么救环先生的？有一次叛匪袭击环氏书院，他带着藏书逃到了荒漠，差点死在那儿。我正好带兵经过，意外救了他。像他这种世家，一旦方光不在，所有收藏的古籍，还有传世的宝物，都会成为引祸之物。我早年遇到过几次这种没落的家族，在北方无法生存，所以都派兵送他们渡江，助他们南迁避难了。崔氏有一支系也曾南迁，有的世家南迁避难，有的却北迁求存。像大雁的南来北往，都是为了生存。是啊，如同我们遇到的那些逃难的百姓，不都是为了活命2个字吗？嗯。好久没有过这种清闲的日子了。师兄师姐们肯定都急死了，你还说清闲？过去都是我天天担心他们，现在也该换他们担心我了。你是师傅，还计较这些啊？你忘了，小玉和天行年纪跟我差不多，其他的徒弟跟我也没差几岁。和尚也这么说。也只有和尚知道我的辛苦啊。我也知道。你故意的？故意什么？故意诉苦骗我同情。我好端端的骗你同情干什么？说不过你。好了，赶快休息吧。你怎么不睡床上，却要睡在地板上？又不是没睡过。你当年带我见家辰那天，我就是在你书房睡的，也是在地板上。那天你用狐皮包裹抱我回去，那张狐皮至今还在我房里。你如果喜欢的话，我再给你打一张新的。我只喜欢那一张。殿下，您都看了一夜了，该吃药了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宁愿做周生城的一个弟子，也不愿成为本王最尊贵的王妃。只要你愿意，本王可以为你放弃一切，带你离开中州这是非之地。是，小人虽不懂这些，但殿下不能不顾及自己的身子，还是先把药喝了吧。你把药放这吧，你先下去。是。他们都是寒门子弟，听闻崔氏来了书院，争相来和姑娘你谈诗论道的。
你从小阅遍藏书，跟他们讨论一下，全当消遣。读得多未必全懂。嗨，以我和周生辰这般年纪的人，都不敢说读过的书全懂。北方的藏书数量以崔氏为首，你读过的书，许多连我都没有眼福读过。你若是能跟大家讲讲，对他们是一种帮助。先生这么说，我便去。我才疏学浅，只是占了家里藏书多的便宜。诸位只当闲话闲说，少聚一场。姑娘愿分享见地，我等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姑娘请。这下好了。头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被簇拥的对象，什么感想？挺好的。你啊，日后定人跟我一样，惧内。什么惧内啊？好，厉害！在看射箭啊？想试试？去试一下吧。书院准吗？万人去。我是管事的，他是掌兵的，谁敢说不可以？他似乎很喜欢热闹。很难得到人多的地方。我常年不在王府，多年来都是他的一个婢女和藏书楼陪的。如此说来，怪可怜的。你教的？我可从未教过他这个。是。你看到了吗？谁教你的？王府剑场空着，我左右无事，偷学的。准度看似不错，但握弓的姿势要改。来，准备。像阵风，轻轻地拂过，云等待着雨落，心中期盼的萤火，悠悠一个角落闪烁，是为你点亮夜空星火。我们书院的弓都是猎户送的，比不得你们王府的弓轻巧。应该早些提醒你，就不会拉上箭了。今后的伤需要人帮。我可以自己抹的。这个药需要以掌心搓开，方可见效。哎，只可惜我们书院全都是书生，没人能帮你啊。那能不能请贵夫人帮我一下？她不见外客。你们忙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